那在课程开始之前，我还是先放一下我们的实支免责声明，因为今天会讲到很多内服的部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可能不是台湾现行法规就是允许的这一块，但是今天的课程代表就是我个人的使用经验，好，还有它的一些可能我自己使用的分享，那不代表任何公司的立场。那精油的使用，我们还是要看就是个人的状况，然后还有要遵循你的介绍人啊，或者是芳疗师、医师的建议。那现在线上有几位朋友，好像大家都有内服过精油吧？有没有人都没有内服过精油的？帮我打个 N。有吗？有没有人没有内服过精油的？大家都有哦，好像没有人没吃过精油。对，我也很常松弛。好，其实啊，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内服精油。为什么？怎么说呢？就像我来放一张照片，你们就知道了。这应该是我们很常吃的。左边这一碗知道是什么吗？大肠面线，面线上面都一定有什么香菜，对不对？有没有人不爱吃香菜？对，然后旁边这一个披萨呢，披萨里面我们很常用的就是奥勒冈叶。那在精油里面，奥勒冈叶就是我们的牛至。好，有一些人也常常觉得牛至很臭，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用久了、煮久了，你会发现其实牛至真的蛮香的，它味道其实蛮舒服的。对啊，每一个人的喜好是不同的。那其实谈到内服这一块啊，我要先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就已经有在内服精油，因为我们就吃了精油就是从我们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里面中萃取出来的嘛。那像我们常吃的香菜，或者是说有时候饮品里面有薄荷，薄荷叶里把它揉一揉，里面就有油脂，它的油囊里面就会挥发出我们的精脂，就是我们的精油。那这个就是我们精油的部分。那这些食物能不能吃呢？当然可以。所以它做成精油能不能吃，这就是要看说，也是要看精油的品质啦。那这边我会简单带过，就是什么是精油？精油就是刚刚我讲的嘛。所以我们像今天所使用的精油，我们就是用冷压或者是蒸馏的方式做萃取，所以是非常天然健康的，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或者是化学添加物。那所需要内服或者是我们添加在食物里面的精油，记得一定要是 CPTG 等级的精油才有保证才会比较能够安心使用。那精油的使用的话，熏香、涂抹、内服，我们今天就会着重在内服这一块。那大家手边大家会有没有一个概念，知道说什么精油能不能吃？大家都有概念吗？有没有知道说要去哪里看？手边都有精油小百科吗？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精油小百科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在使用精油入菜的时候，你也要去注意说，这一支精油到底是不是能够服用，并不是说因为我们用的方式是蒸馏或冷压，就代表每一支精油都可以服用。OK， 像有一些像丝柏啊、尤加利这些，我们就可能不建议服用内服，所以我们可以去看我们的精油小百科前面的介绍，他就会跟你讲说哪一支是哪一支是显示是 I 就代表我们是可以内服的部分。那今天也帮大家稍微归类了一些，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精油香草植物。那香草植物的话，你看像刚刚讲的奥勒冈、甜茴香、丁香、迷迭香、薄荷、百里香。好，那下面那个什么，应该薰衣草被卡掉了，没有看到。这一些都是香草植物。那还有我们会把它分成香料植物，香料植物也是我们厨房里面常常看到的一个新香料，我们就把它归类在我们的香料植物，像是肉桂啊、桂皮啊、胡荽啊、黑胡椒、生姜、豆蔻、姜黄等等。那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个基本概念，就是其实这样香料植物啊，对我们的算是妇科种子植物，对我们的妇科还有就是消化道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添加精油或者是这些新香料在食材里面，不是只有它的香味或者是气味好而已，是对我们的消化系统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第三类我会把它归类于柑橘类。
柑橘类也很多嘛，而且是夏天如果到了，其实柑橘类的饮品就会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做使用。你可以把它加在开水里面，或者是夏天就加气泡水，就是一杯非常好喝的气泡饮了。可能在餐厅可以卖一杯150这样子。OK， 所以我大致的话，我先帮大家分类这3类哈，我们的香草类啊、柑橘类啊，还有我们的香料类，那我们可以去做运用。那精油入菜。为什么要做精油入菜呢？大家刚刚都有提到说，就是常常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料理，然后我因为喜欢煮饭，然后也喜欢煮西式料理，所以像我以前啊，往年我每年都会种香草植物，像基本的就是迷迭香嘛、薄荷，好，然后百里香这些我通通都会种，可是我每年都会种死一批，所以每年都要重新买。那有时候是等到要用的时候，哎，发现这个量也不够，甚至说它早就已经死掉了，我也没注意。那其实就蛮麻烦的啦。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今天要煮饭了，然后你可能要煮个鸡汤，发现姜没了，有没有人有遇过这个状况？就会突然发现说，哎，奇怪，我要煮3杯鸡，结果9层塔没有，9层塔不够。那这时候，我觉得精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帮手。不是说今天这堂课不会跟大家说，我们通通都不要用香料植物，但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精油来辅助，甚至让它的味道更有跳痛，那或者是说有不一样的一个冲击出来。真的哈、就中午就没生姜，真的，我以前也是很常这样啊。然后就是自从接触到精油之后，我就没有再种香草植物了，因为真的都会被我养死。我自己也觉得很对不起它，好吗？好，那提到精油入菜啊，还是有一个原则要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精油是从我们的植物里面冷压或萃取出来。那大家知道说像我们柠檬这样的一瓶柠檬精油里面，它大概有45克的柠檬，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算是就是算浓缩啦，就是它的味道会比较重。所以我们在用精油入菜有一个很大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少量，好，少量见多。就你可以用牙签，用牙签的方式，我建议大家一开始的时候都可以用牙签去用沾取，然后沾取在我们的食材里面。你千万不要很短心瓜，就一下子就好几滴下去，因为你捞不出来，那你可能会毁了那道菜。那重量比例的换算呢，大家也可以把这张就是存下来，有一个概念。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看到市面上的食谱，它可能会跟你讲说用多少的香草，或者是说新鲜的那个辛香料，或者是说干燥的辛香料。那基本上我们的一滴精油代表了大概是5克的新鲜香草。那以干燥的话，它就是已经更浓缩，所以大概是2.5克。那你牙签沾取一滴精油，大概是有1半的量。所以大家有这样一个基本概念，记得由少见多，千万不要一次就下去了。那我们在使用精油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稀释嘛？那煮菜的时候要不要稀释？你觉得要不要稀释？我跟你讲，其实我也很随意。为什么我今天说这个是不负责任料理呢？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煮饭的那个过程，就是像我老公非常喜欢在家里面吃，也喜欢吃我煮的，那我也很爱煮。那但是他每次吃到一样很好吃的东西，他知道他只能吃这么一次。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不照食谱的人，我都是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然后我调味料也没有在这边几次，我就是凭感觉。所以我老公都知道说这就是 Amy style， 就反正这个东西他可能就是好好享受这一次，下一次味道应该正常都是不一样的，一般都这样哈、哦。啊，原来不是只有我这样子。OK， 好了，刚刚就讲到了啊，好。但是有一些朋友，我知道有一些人刚开始你在料理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使用精油，你会比较害怕，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个准则给你们，你们会不会觉得不知道怎么下手？那准则就在这边。如果有些人他是非常的要求，就是我食材我就是他说1汤匙，我就是加1汤匙；1茶匙我就加1茶匙。那这个表格大家就记得存起来，好吗？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刚刚有提到问到什么？精油需不需要稀释？煮菜的时候，大家觉得需不需要稀释？
有没有概念？像我们在涂抹精油的时候，是不是都一定要先稀释过后才可以涂抹在皮肤上面？那我们在料理的时候，其实也是算是需要稀释，只是稀释的介质就在我们的食用油，所以一般料理的时候会建议你们，待会在介绍料理也会再提到，就是我会先，比如说今天是用橄榄油，那我会把精油滴在橄榄油里面。好，先等于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稀释之后，再下去我们的料理里面。OK，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介质哦。OK， 好，那我们要来上今天的菜单了哦。大家都吃饱饭了吗？大家中午都吃饱了呗？吃饱了哈，还没，还没。那等一下来可以来煮。我们今天的菜单今天会像我刚刚讲，我觉得煮菜的过程啊，其实是一种享受。那我个人是不会太着腻在说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方式或怎样的量，那大家可以去试。那等一下给的食谱呢，也是给大家一个方向。好，给大家说，哎，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做搭配？那简单的一些料理可以教大家，因为可能大家比较常煮中式料理，那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偏西式的东西给大家，那大家就可以去做任何的变化跟运用，不一定是用我上面所讲的每一支精油，我们可以去变通，好，那让你老公每一次吃到都是惊艳的感觉。好，所以我们今天会介绍几样菜。这样子应该只有2、4、6、7道菜哈。好，那我们的前菜会有我们的野菊油醋沙拉。那油醋沙拉这个啊，油跟醋的比例其实就很简单，你们可以有个概念。如果平常比较少在煮的朋友，你夏天其实就可以做出这一道，会让人家觉得说哇很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简单。基本上油跟醋的比例就大概2:1。你就记得油2，然后醋1。那在油跟醋加完之后呢，我就会滴入我需要的精油，我喜欢的精油。像我这边写野菊嘛，那你可不可以用葡萄柚？可不可以用莱姆？可不可以用柠檬？可不可以用胡荽？其实胡荽叶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加在沙拉里面的一支精油。好，都可以。所以下面的精油是大家可以去做变化的，所以你1个礼拜你可能可以变化出7种不同口味的沙拉，好吗？那你甚至你要不要加蜂蜜？喜欢吃稍微甜一点的，你可以加点蜂蜜。那醋的部分啊，如果要比较讲究，用什么比较好的那种米克斯醋吗？反正就是有一些其实西餐料理专门用的醋，或者是说你用高粱醋其实也可以。那真的没有的话，公盐醋可不可以用？可以，一样是可以用。那我们就是，或者是你可以用新鲜的柠檬汁下去调也可以。那口味的话，就要看个人，你可以看你自己的口味，还有家人的口味去做调整。好，所以这一道是非常非常简单的。那我再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因为调沙拉酱，有些人会觉得说有点麻烦。那我自己平常使用的方式，我刚刚忘了带保鲜盒，我会把我的橄榄油、还有苹果醋、还有蜂蜜、野菊，就是等于是酱料的部分，通通都加在我的保鲜盒里面。大家先假装这是保鲜盒，加进去来之后，保鲜盒盖起来，摇一摇。你就用力的把它摇到它稍微看到有点乳化的感觉，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直接淋在你的那个沙拉的食材上面。那沙拉啊，它其实算是料理来讲的话，是比较能够保留我们精油的算是活性在，因为没有遇到加热的问题。那等一下会有几道菜，你会发现说啊，那这样子是不是破坏了精油本身的成分？应该说它的营养。那没关系，其实我们精油入菜，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它的什么样的疗效，不要带着腻在说哈，那我这样子加热了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精油入菜它比较追求的应该是说是它的香味。当然，如果你在事后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再加入精油，一样会有它的一个疗效在。那这可以看个人在料理的一个过程中去做一个取决。那第2道菜就是我们的迷迭香节瓜。大家喜欢吃节瓜吗？应该其实有蛮多人喜欢吃节瓜，但是不知道怎么料理。有些人就是
像是我以前第一次吃节瓜是在国外，因为国外就非常非常常见嘛，那可能就是温烤蔬菜里面都有。那现在节瓜在台湾也非常的便宜，那我也会推荐大家说有用气炸锅的，直接气炸就好了。那像这个迷迭香节瓜，你还可以把节瓜换成什么杏鲍菇，用成杏鲍菇也非常的好吃，或者是菇类都可以。那甚至你要用成小黄瓜可不可以？也可以。所以食材大家可以去做不同的变化。那精油的部分你也可以一样做不同的变化。那你看啊、像照片上面有看到说我们这个保鲜盒嘛，我很爱用保鲜盒，把保鲜盒里面的食材全部都加进去，橄榄油、海盐、黑胡椒，那你需要的精油全部都滴好之后，然后在我们的节瓜丢进去，摇一摇，就这样摇一摇，手都不用穷，然后就可以倒进去我们的气炸锅里面了。好，所以我就气炸锅这边我看一下，180度6分钟，然后稍微这翻一下面，再6分钟。那你如果是用烤箱的话，其实就差不多200度的时间，可能15到20分钟，看每一个人家里面烤箱的功率。那这样的方式可不可以用煎的？也可以，你也可以调味完之后，如果是用煎的节瓜，我就不建议切成滚刀块啦，你就可以可能稍微是一片一片的，让你的面是比较平均、比较好煎的。那像这个料理啊，如果是用成杏鲍菇用煎的也非常好吃，会有吃干贝的感觉，大家可以试试看。好，换成那个杏鲍菇，会真的有很多。我之前那时候刚才煮不是干贝，杏鲍菇，然后就再加一点奶油，它吃起来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哇，这是高档的海鲜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主菜，要烤吗？刚刚的话，上面的方式是你用气炸锅，你有用气炸锅，你就不用烤箱了，因为大家现在家里面都有气炸锅吧？我以前一开始气炸锅出来的时候，其实有点排斥气炸锅。后来自从买了气炸锅之后，我们家烤箱快被我遗弃了，因为气炸锅真的不需要预热，然后又便宜，然后又快。好，对，可以取代烤箱。我还蛮爱用气炸锅的。OK，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的主餐，我们红酒炖牛肉。红酒炖牛肉这一道菜啊，也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放这个呢？是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很难，但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简单。我常常都会跟身边的朋友讲，我觉得煮西式料理真的是比中式简单非常的多。好，因为中式我们都要3菜1汤啊，还有不同的那个炖啊什么什么的。可是西餐其实它的方式是它调味，你只要调味好，可能是用烤的，可能用炖的，就这样子。OK， 所以这边的话，红酒炖牛肉，我推荐大家的，你们可以去好事多，像我都会去好事多补货，就是那种牛肋条或者是牛腱心都可以，它就是帮你分好一包一包了，所以一次你就可以拿1包，它都已经真空包装好了，也不会那个分量大概一家4口可能吃2天的分量。而且红酒炖牛肉，顺便提醒一下，这种炖的东西啊，最好不要当天吃。隔天吃是比较美味的，连我老公都知道。我每次炖完之后，他就说我要冷到明天，他就会说他不要今天吃，我要冷到明天再吃，就是它的味道会就是更吃得进去啦，会更香。好，那牛肋条跟牛腱心，如果等一下还有什么红酒？红酒大概我一般我就没有再加高汤的，因为我用气炸锅，不是用气炸锅，用那个压力锅。我用压力锅基本上它不太需要太多水。那你如果是家里面用自己的锅子下去炖煮的话，你可能还要额外加高汤。OK， 那像我自己的红酒炖牛肉里面就都没有水，基本上就是只有红酒。但因为它煮过了，小朋友也是可以吃的。好，那洋葱、红萝卜、番茄啊，基本上洋葱、红萝卜、洋葱跟番茄也不会有任何里面不会有洋葱跟番茄的太重的味道，所以小朋友也是可以接受的。好，那盐跟胡椒适量。那这边用到的就是牛至，好，牛至就是我们的奥勒冈叶。它其实牛至啊，有一点那种综合的意式香料的味道，所以它在西餐你会常常看到它的踪影，就是西式料理的话都可以加。那另外我们也可以再加迷迭香或者是百里香，好，香料类的植物都可以。那这个做法怎么做呢？其实我一般就会先洋葱
切丝之后，橄榄油。我没有写到橄榄油，橄榄油下去炒，把它洋葱稍微炒软，把它的甜味带出来之后，再加入我们的红萝卜。红萝卜最好也是过油炒，过油炒过，它的那个红萝卜素比较有办法带出来。好，那炒完之后，我就会直接加到我们的牛肉，还有番茄，番茄也是先稍微热过炒过，然后牛肉，然后接下来牛肉稍微拌炒一下，红酒倒进去。然后你需要的那个精油滴下去，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子而已，非常的简单。那比较搞刚，你想要那种红酒味更重的，我也会把它前一天就把牛肉切好，然后泡在我们的红酒里面。好，那隔天的话一样就是这样的程序。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如果家里面大家是用压力锅的话，记得哦，千万不要煮超过30分钟，不然你那个牛肉会太烂。那如果是自己的炖煮锅，可能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可以看自己个人喜欢的柔软度，那叫柔软度嘛，就是你喜欢软一点还是硬一点有嚼劲一点的这样。那红酒炖牛肉这套菜就跟我们的马铃薯泥非常的搭。那马铃薯泥这一道也是我儿子非常非常爱。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撇步，就是我自己的马铃薯泥里面我会加我把它切好之后，就是削好皮切好之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让它蒸熟。那在蒸熟的过程中，我会放入一小片的那个大蒜头，把它放进里面。其实它不会吃得到蒜头的味道，但是会添加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养分啊，一些抗菌啊，我觉得这块还蛮不错的，而且味道其实也蛮好的。好，那你蒸好起来之后呢，我们趁还有一点温度的时候就加入我们的奶油。那牛奶你可以，我自己是蛮偷懒，我都会直接就倒冰牛奶进去了，但是你如果想要它更滑顺，你可以把牛奶热过之后再加。好，那接下来海盐、黑胡椒适量。那一样，这边我说是莱姆马铃薯泥嘛，你可不可以用野菊？可不可以用迷迭香？可不可以用葡萄柚？可不可以用佛手柑？都可以。所以精油的部分啊，我们是可以个人的喜好去做调整。那这一道菜我通常就会变成是不会把精油下去做加热的动作，我会全部拌好之后再拌精油，再滴精油。尤其是我们的柑橘类精油，它其实刺激性也不会，就是不太需要去担心说会不会有说没有化开会怎么样的问题，而且它香味也会非常非常的足够。好，所以精油的部分我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变化哦，不要想说你不是说要用这个精油吗？是不是只能用这道菜？不是哦。那另外我介绍这个汤品，这个我自己蛮爱喝的，我老公也喜欢。然后重点我也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简单，马告鸡汤。你基本上就是土鸡、香菇，你喜欢的料都可以。然后里面呢，我只有加米酒、水，然后生姜跟山鸡椒。山鸡椒就是我们的马告，大家知道吗？就原住民的马告就是我们的山鸡椒精油，那大概各2滴的状况，我是会一起下去炖煮。那煮好之后呢，看个人的喜好，我刚刚有说有少见多嘛，所以你可以先来试一下这个口味。那你个人如果觉得你还是蛮喜欢这个山鸡椒的味道，像我就很喜欢，我煮起来之后我会再滴1滴，好，甚至到2滴。那生姜也会。那你如果觉得这山鸡椒的味道你觉得这样刚好，那就好了，那也不用担心说它已经煮过或者会不会挥发，它里面其实已经有它的香味在了。一样我刚刚讲的，我们精油入菜今天讨论的是它的香味香气，比较不着重说一定要它的营养分有多高这样子。那你如果想要它的营养分比较高，你可能它温度再降一点之后，我们再加入我们需要的精油，也非常的棒。这一道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哦，因为真的很简单，就食材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出来的成品是非常美味的。好，那接下来餐都介绍完了，我们就来介绍我们的饮品跟甜点。这个蜂蜜绿薄荷饮，大家有没有常常上课的时候有喝到？这个应该还蛮常喝到的，那也非常的适合替换成各种不同的口味。好，再加个什么？对不对？对，可以在温度低的时候再加个1滴，它的香味也会更够。那像饮品的部分啊，一样我刚刚有提到，你可以把它替换成
绿薄荷你可以把它换成欧薄荷啊，柠檬我们可以换成野菊啊，或者是葡萄柚，或者是青柠。我今天还有特别拿清一下，我就怕我自己忘记。像现在夏天，我就会青柠水，那你把它做成青柠绿薄荷饮，应该也蛮不错的。那甚至比较更热的时候，真的推荐大家用气泡水，下去，那个感觉又不一样。好，那薄荷叶就可以稍微装饰一下。那蜂蜜的话，就看个人需要的量，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好，轻盈绿薄荷，对啊，这个很不错哦。好，那还有一个甜点，因为我今天就设计了，想说从前菜、主餐到甜点都要有。那这都是我自己有做过的啦。像这个柠檬水果冻，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跟小朋友一起手做，这个是很适合手做的一个料理，好，亲子手做。那我们可以去试，像全联啊，还是超市都可以买得到这种洋菜粉。洋菜粉背面它其实就有它的操作说明，很简单，就把水化开之后，然后洋菜粉加进去之后化开。那等到你的这个冻的部分，等于在你的液体的部分好的时候，水果我就是像我也是都切好在保鲜盒里面，那就准备好，然后蜂蜜也把它添加在我们的这个液体里面。那这时候温度稍微低一点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需要的精油。好像我这边就用柠檬，那甚至如果你想要有一点点酸味的，加一些新鲜的柠檬汁也可以。那这样调好之后，就可以入进去我们的就是水果的那个保鲜盒里面。那倒过来就是我前面第一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倒过来就会是这个样子。哎，拉得过去吗？这里倒过来就是这样，好，就是这个图片上面的样子。还蛮好玩的哦，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那边切水果啊。那有想要颜色，就是有些像我旁边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照片看不看得出来，刚好那时候是樱桃季吧，我就用樱桃把它当做一个天然的色素，那加进去我们的那个洋菜粉里面，就洋菜冻里面，所以它就是有一点点偏偏的紫色，也蛮漂亮的。大家可以多运用，就是身边那种天然的，像甜菜根啊，甜菜根其实也可以。好，它的蓝色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好，那讲到这边会不会太快？会不会觉得精油入菜很难啊？会吗？会觉得很难啊？不会哈。如果觉得这样还非常难的啊，推荐大家最简单的入菜的一道，这个我觉得也是蛮美味的。但是我有一个小撇步啦，我会把它伯爵茶大家都知道伯爵茶嘛，伯爵茶里面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是我们的佛手柑。那佛手柑精油这时候就非常好适合拿来用。如果你手边没有伯爵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加入一般的红茶叶啊，像这个英式早餐茶也可以。那我的方法我会把它加在茶叶里面。你可以把它泡好之后再滴，当然也没问题。但是你会比较发现说，那个精油会比较是浮在上面的。就像我们一般会推荐大家在使用精油饮料的时候，我们先滴精油在我们的马克杯里面，再冲水，它比较有办法让它散开，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我会把佛手柑滴在我们的茶叶里面，再去做浸泡，它一样有伯爵茶的香味，好，而且也不会有一层油在上面的感觉。这个推荐给大家试试看。OK， 好，那再来，我想要分享一张照片，我这个刚刚忘了想要跟大家讲，因为刚刚有提到法规问题，台湾法规是不支持内服这一块嘛？那其实对，好，我待会还有一张 PPT 再分享给你们。印度香料奶茶，好，这个是我手上这一瓶保味。它是跟台湾保味不一样，因为它是坐飞机过来的，它是美国保味。好，那美国保味，你应该是说美国国外很多产品，因为他们没有像台湾这样法规的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它上面成分之外，最下面有一排，它跟你讲说内服的话，你就是1滴配4盎司的水。所以内服我特别放这个照片，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是因为各国的法规不同啊，那我怕有些同学会觉得还是会有点担心。那其实你们就可以去知道说，是
不能不推广内服，单纯其实是法规关系。那国外其实他们每一瓶精油上面标示的也是算食品的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的使用。好，这是我的经典哦。我冬天都很爱煮这一套哎，现在夏天喝这不会太热嘛？要加冰块。好，那最后一张 PPT 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半个小时时间也不要再用大家太久哈。这边的话，我就有列出一些，就我想到我们可以运用进去，把精油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里面，像三杯鸡，你就会用到生姜跟罗勒。我还蛮常就是在煮三杯鸡的时候，发现哎罗勒不够，罗勒没有了，罗勒死掉了，那这时候就非常好用我们的罗勒来取代。那如果有喜欢包水饺或者是包那叫什么狮子头，红烧狮子头。像我们在用那个猪脚肉啊、馅肉里面啊，我还蛮推荐大家可以试看看用胡荽叶。好，胡荽叶、山鸡椒、姜黄、生姜，这不是叫你全部都要加哦，是大家可以就是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口味。你看你原本的水饺是不是可能就是一个高丽菜水饺？你可以把它变成马告水饺、姜黄水饺，然后香菜水饺。好，你就是运用精油的部分。传说中的羊溪最近没有煮一直很懒。好，那所以大家可以去做变化。好，那卤控肉除了丁香之外，我也推荐大家用热火复方。那我复方就是我们的复方精油嘛，那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茴香类的那个植物在里面，所以其实跟控肉还蛮对味的，大家可以试试看。那咖喱鸡，你如果是泰式的，我们就可以加柠檬草。好，那如果是你要煮印度咖喱，我们可以加姜黄豆蔻。好，那香料鸡腿排这个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如果大家家里面有气炸锅的话，你今天想要像那个好事多不是有卖，我都会买那种鸡腿排回来。那今天就随便看你要腌什么口味的味道，那你今天加什么精油，就你一个鸡腿排，你可以变化出可能1个月30天不同的，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很困难，你就可以自己稍微去利用我们这种微妙小瓶子里面装的东西，去变化出很多不同美妙的滋味。好，那烤蔬菜的话，我会推荐大家可以用生姜啊、柠檬、迷迭香、百里香，甚至牛至都可以。那烤鱼，柠檬、莱姆、生姜、黑胡椒，好，或者是牛至在烤鱼上面也很好用哦。那印度香料茶就是我就会像刚刚的茶叶，然后加上我们的豆蔻、肉桂、丁香、生姜这几支精油拿下去熬煮，应该是说你可以先把茶叶煮滚之后，就是大概煮个5分钟，然后再加进我们的鲜奶煮，大概煮了稍微也是大概1-2分钟，让它更入味，然后再加到我们的香料里面。那印度香料茶建议大家一定要有甜味啦，一定要加糖，因为它没有糖其实真的不好喝。所以这一道的话，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那记得量千万不要多。其实印度香料茶我比较会加比较多的是豆蔻。上一次 BOGO 大家有没有买到啊？豆蔻真的好香哦。反正豆蔻你一打开就是印度的味道，所以一定不能少这一瓶。好，那饼干类大家可以运用的肉桂，像圣诞节我就会带我儿子做姜饼人。那姜饼的饼干，它就会用到肉桂。那你平常薰衣草饼干、野菊饼干、柠檬饼干、迷迭香饼干，那甚至说我们吃吐司要用的抹酱，那个乳酪肉桂抹酱。那食谱的部分我就没有再提供给大家，大家应该 Google 都 Google 得到。只是说在运用精油的部分，我们可以去轮替使用，那去试试看不一样的那个感觉跟冲击。那记得原则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刚刚说一直讲很多次，就是精油入菜的原则？少量什么？有吗？应该没有送礼物都没有人要回答。少量见多哦，时间有限，我就不要那个再等大家了。好，记得要少量见多。那今天呢，
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需要，我待会会把这个 PPT 放在记事本里面。但大家如果有想要交流说不同的食谱啊，或者是说你这个礼拜可能就会有煮一些料理出来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记事本里，就是下面的留言处。那我们如果我想要设定什么一个礼拜好了，就下个礼拜3之前，那如果这个礼拜内你有任何的精油料理分享，你都可以把它放上去。那到时候会抽出一位，我其实还蛮推荐，我觉得胡荽叶可能很多人没有，那我会抽出一位朋友，然后送1ml的胡荽叶纯精油。那你可以用就像这样的拍拍瓶，刚刚忘了提，除了牙签的方式，拍拍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量比较不会那么多，就非常好用。好，所以因为胡荽叶，我觉得是我一直在想说要推荐大家哪一支精油，那我觉得胡荽叶应该是一般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用，但是它对身体像一些抗氧化啊，然后这一块或者是说解毒功能、帮助消化都非常的好。这一支精油我也蛮推荐大家的。那记得要明天就泡那个伯爵茶也算哦，偷偷跟大家讲。反正重点只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运用在生活里面啊。那我这边还有一个东西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来放上去。这个是大理青年高中有精油入菜的一个课程，所以大家不用说太害怕去用精油入菜这一块，可以多方去试试。但原则少量见多之外，要确认这一瓶精油到底是不是可以服用的。好 ，OK， 好，那是不是可以服用？记得翻阅自己手上的精油小百科。那如果不是很确定的话，再私讯给我也可以。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咯，还没有吃饭的赶快去吃饭，拜拜咯。